反正他追求就是烈女怕缠郎，就他缠着缠着，乔涵就被他缠回家当老婆了。从大哥和二哥追妻成功的例子来看，战浩宇坚信，只要是真心的，只要脸皮足够厚，总有一天能抱得美人归。战印呵呵的笑，人家办了20几年的男人，都没有被人发现，你忽然就对他展开了追求，让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他会讨厌你很正常，也是他心理素质够强大，没有被你吓到。这也是大嫂和二哥给我的建议啊。战印笑道：好用不？挺好用的，僵局一下子就被打开了。大哥，那我现在可以肯定乔涵是个女人了，奶奶从来不会坑咱们的。乔涵自然是个女人，奶奶怎么可能给你安排一个男人呀？被奶奶坑了无数次的战大少爷，已经忘记了被奶奶坑的经历，现在呢，替奶奶说着好话呢。战浩宇嘻嘻的笑，那可是咱们的亲奶奶呢，怎么可能在婚姻大事坑咱们呀？大哥，你还在忙吧？那你忙，我洗洗睡了。今晚喝了不少的酒，有点醉意，早点睡，明天一早起来，又是元气满满的，可以继续追妻了。你加油。战印心情愉悦地结束了与老三的通话，看看时间，不过是晚上9点多。相对于他们这些经常工作到深夜的人来说，还早得很呢。就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晚上9点半就回家的。最近老婆不在家啊，他才会揽过了苏南和奕晨的工作，让自己累得没有时间想海童。那丫头也是个没良心的呀，他不主动联系他就不知道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什么的。海童喊冤20分钟前刚给你发了信息，信息内容是老公我想你了。战印却觉得20分钟前的事已经是很久远的了。他忍不住与海童视频，海童很快就接了他的视频邀请。彤彤，你还在外面？视频一接通，海童就看到了丈夫身后的背景，不是在家里。战印故意垮着俊脸，可怜兮兮的道：我是个被老婆抛弃的人，早早回家又没有老婆抱，只能应酬了，让自己忙碌到深夜才能睡着，否则躺在床上总是想着你，翻来覆去的压根儿就睡不着。海童笑，有那么可怜吗？我都不觉得难以入眠，每天一沾床就睡，所以说你没良心，一点都不想我。我想你都想到发疯了。老婆，要不你和奶奶明天就回来吧。海童想了想后说到，明天回去的话，一点都没有准备，也没有收拾，主要是跟慕晴说好了，明天带着波孩子们去动物园玩，还是后天再回去吧。彤彤，后天一早就回去，中午我们一起用午饭，我去公司接你下班，给你准备一大束的玫瑰花，行了吗？战印撇撇嘴，不情不愿的好吧，后天就后天吧，记得一大早就回来哦，接我下班送我玫瑰花都不够，晚上。海童笑道：允许你放肆一回，不能天天放肆。他会累死的。战印这才满意，你说的哈，不能反悔。听他这样说，海童莫名的抖了抖。他说他反悔还来得及吗？有件事等你回来后我跟你说啊。什么事？海童随口问道。与你身世有关的事。海童笑道：我的身世还能翻出什么花出来？我是我爸妈亲生的，我爸也是我爷爷亲生的，亲子鉴定都做过了。我妈和我大姨是亲姐妹，我和我大嫂也做过了血缘鉴定。她这么简单的身世，还能扯上什么事？你回来后我再与你细说，反正就是与你身世有关的。战印故意吊着哀妻的胃口，最好哀妻抵挡不住好奇心，明天一早不，今晚就飞回来陪他。那行，等我回去了，你再跟我说。我倒想看看我的身世还能翻出什么花来。海童压根儿就不好奇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世，他绝对是父母亲生的啊，说不定还能翻出一朵大花来呢。
海童说你就编吧，你编的再离谱一点，我都是后天才会回去，知我者我妻也。海童哭笑不得，你在应酬吧，就不占用你宝贵的时间了，忙完了早点回家，别被外面的莺莺燕燕叼走了哦。老婆都不守着我，真有莺莺燕燕叼走我怎么办？不要了呗。占印没良心的丫头，我爱惨了你，你居然说不要我就不要我，爱我还不够深，等你回来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的爱我的。海童赶紧挂电话，不想听怨妇的怨气话。这夫妻俩的视频通话刚结束，海童就收到了好友小军发给他的新信息。那他打开微信看，那沈小军呢是给他发了10几张相片。点开相片来看，海童忍不住蹙住了眉。相片上是一男一女，两个人要不是背影，要不是侧颜。不管是背影还是侧颜，那个男人特别像刚刚宇，他结束视频通话的站印，她的丈夫。那个女人因为也只有侧颜，海童一开始没有辨认出那是谁。看完了沈小军发来的10几张相片后，他又反复盯着相片上那个女人看了好几遍，才看出来那个女人像是段芊芊。哇，他的新情敌段芊芊什么时候和战印在一起啊？战印怎么可能背着他和段芊芊去逛街？有些相片上面除了段芊芊和那个身形背影像极战印的男人之外，还有几名保镖的背影。海童记得段芊芊并没有带保镖的，他家男人出门就是时刻都带着一班保镖。难道战印趁他在 A 市散心的时候，背着他和段芊芊约会？海童想打电话给沈小军，沈小军先他一步打电话过来了。彤彤，你看看相片上的这个男人是不是战印？我看他的身形、背影、侧颜都是很像的，战印是不是趁你不在家跑出去偷吃了？沈小军有个吃瓜吃在最前线的丈夫，第一时间就收到了这些相片。小军，这些相片是你拍的吗？海童心里是不相信战印背叛他的，他都不喜欢段芊芊，但他也要问清楚。若是好友亲眼所见拍到的这些相片，那个男人要么是战印本人，要么就是一个身形与战印像的人。沈小军答道，不是我拍的，是别人从那个女人的朋友圈看到，然后从那个女人的朋友圈里截图给苏南。苏南看到后都吓了一跳，他本来不想让我知道的，还是被我发现了，我就赶紧发给你看看，认一认那个男的是不是战印。我看那个人的身形背影真的很像战印。海童想着段芊芊的朋友圈也有人认识战印，想到段家的财富地位，就又觉得不出奇。他说到仅是看身形和背影的话是很像我家战先生，就连侧颜都像，到底是不是他？我现在也不能确定，按理说他应该不会去偷吃吧。那个女人我有点印象，像是段氏集团老总的独生女儿段芊芊。闻言，沈小军立即说道，彤彤，这个男人还真有可能是战印。我听苏南说过战氏集团和段氏集团合作了一个项目，那个项目呢，能为2大集团带来不小的利益。当初你家战先生就是很重视这个项目的，是他和段总谈妥了合作关系，才交给其他人跟进。还你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添了2个情敌，其中一个就是段氏集团的千金小姐段芊芊吧？那沈小军很不愿意相信战印出轨，他对好友说道，彤彤，可能战先生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才会和段芊芊接触的，你先了解清楚。海童不说话。沈小军忽然后悔自己把相片发给海童了。苏南连他都想瞒着，就是不想让他跟着操心胡思乱想的。但他觉得若是战印背叛了海童，他知道的话还不告诉好友，就成了战印的帮凶。他做不到那样，不管他身份怎么变，她都是海童的好闺蜜。海童在他心里占着极重的位置。沉默了良久后，
海童说道：“等我回去再问问战印。我觉得那个男人不是我家战先生。战印什么样的人，不仅我清楚，你们也清楚。我和他走到今天，你们也是见证人。如果那个女人不是段芊芊，我可能真就以为战印背着我，和其他女人搞暧昧了。但那个女人是段芊芊，我就不信了。段芊芊是喜欢我家战先生，还撩过他，甚至来我家找过我，想跟我聊聊。我也答应和他聊聊，结果第二天呢，他就离开了管城。沈小军那么不要脸，居然都找上门去了。在管城，谁不知道战印宠妻？他也真是不要脸，以为他是段家千金就可以抢别人的男人了。那沈小军在电话里把段芊芊骂了一番，就要是段芊芊在他面前，他还能骂得更厉害。没见过那么不要脸的女人。彤彤战印的态度，海童说到战印被他撩了一下手掌心，就回家向我撒娇诉苦，要我收紧紧他，不要被别的女人占他的便宜。他还洗了10几遍手。两家集团合作的事情我也知道，本来战印是很重视这个合作的，所以他才会亲自与段总见面洽谈。因为段芊芊的行为，他就生气了，要放弃谈妥的合作。还是我劝他公事公办，段芊芊是我的情敌，交由我来对付就行。之后项目便交由他人跟进，战印没有再跟进这件事，也向段总告了段芊芊一状的。之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段芊芊了。战印说段总会管好女儿，但那次段芊芊还是来找我了。我想可能段总都不知道吧，否则段芊芊不会连夜离开管城，放了我鸽子。听了好友的话，沈小军长吁一口气，说话也带着笑意了。他说道：“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，那个男人肯定不是战印。你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战印那么爱你，宠着你，要是说他的爱和宠都是假的，那我都不敢相信爱情了。以战印的性子，的确不会出去偷吃，就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这可能是段芊芊的阴谋，也有可能就是个意外，他估计找了个战印的替身吧。”说到这里，海童叹口气，向好友抱怨着老公太优秀了，天天被其他女人惦记着，战印还好意思吃念生的飞醋。我要是像他那样爱吃醋呀，天天都能泡在醋缸里。沈小军替战印说了句话，他说到这也怪不得战印呢，他从来没有去招惹桃花，是那些桃花靠近他，他带那么多保镖不就是为了防桃花的。你越是多情敌，代表你越幸运。你想想，那么多女人都喜欢，都想嫁的男人，却只爱你一人，娶了你，宠你在心尖上。你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人，优秀的人最不缺的就是追求者了。海童说道：“我和念生不也是这种情况，他都吃醋呢。上次在宴会上见到念生，跟念生打声招呼，说了几句话，他就酸得不行。回家后折腾他。沈小军嘻嘻的笑，他在乎你吗？才会吃醋。回头我跟念生说，以后他参加宴会可得带女伴，不能自己一个人去了，免得战印又吃醋。他姑姑已经开始张罗着念生的人生大事了，想给念生安排相亲，介绍女友给他。虽说张念生依旧年轻，他也真的放下了对海童的那份执念。他姑姑还是担心，只有念生有了女友，姑姑才能放心。当初若不是他和苏南事成了，张氏集团未必能走到今天呢，估计早就被战氏集团打压的倒闭了呀。彤彤，我要去喝牛奶了，每天晚上临睡着，苏南都要我喝一杯牛奶，说有益睡眠，还说喝多了牛奶，等宝宝出来后皮肤会很漂亮的。沈小军看到丈夫端了一杯牛奶进来，结束了与海童的通话。你把相片发给海童了。苏南端着那杯牛奶走过来，把杯子放到他的面前。海童是什么反应？我还没有问战印，不过我让人去调查了，看看那个男人是战印还是像战印的人。
苏南其实是相信战印的，就那个人再像战印，他都不相信是战印。谁都可以出轨，他和战印都不是会出轨的男人，就他们都是很专情的，就只要结婚，余生都忠于妻子。就苏南在肯定战印的同时，也不忘夸一下自己。牛奶可以喝了。苏南挨着妻子坐下，让妻子先喝牛奶。沈小军端起了那杯牛奶，说到彤彤是相信战印的，他认出了相片上的女人，说那个女人是段氏集团的千金，就是那个叫段芊芊的女人。那女人还真是不要脸。战印和彤彤还有1个月就办婚礼了，他们领证1年，不说管城的人，但凡与你们公司有来往的人，哪个不知道战印已婚还宠妻？姓段的居然敢找上门去，想跟彤彤聊聊。我敢说他肯定是说彤彤配不上战印，让他离开战印的。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去跟彤彤说这些话。彤彤怎么就配不上战印啊？就算他家世是比不得战家，但人家战家以及战印都不嫌弃，完全接受他别人说3道4的，纯粹啊就是吃饱撑着没事做，也是嫉妒使然。苏南闻声说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不要生气。海童很理智的，他相信战印。那个男人，我也觉得不是战印。战印最近要不是应酬，就是去安慰鼓励东明。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管城。哦，前几天离开了。不过他是去了 A 市找他老婆去，老婆喝牛奶，喝了牛奶就要休息了。”苏南的大手忍不住又落在沈小军的肚子上，满脸都是期待。宝宝，跟爸爸打声招呼。沈小军喝了几口牛奶，笑道：“还早着很呢，等有胎动了，你再跟他打招呼，到时候你摸他一下，他就踢你一下。”好期待啊！胎动是怎么样的啊？咱们的宝宝什么时候才会有胎动啊？沈小军反问他：“你买那么多与孕期有关的书，都没看是吧？”苏南：“我看是看了，就是一看就梦周公。周公太坏了，都不肯让我专心看书的。”那沈小军无语地看着他：“我今晚一定看完那本书，以后天天晚上都看一遍，反复看，就能记住书上面的内容了。行了吧？你都多久没有看过书了？一看书就想睡觉。怀孕满3个月后就有胎动的了，不过这个时候胎动很轻微，轻微到连孕妈妈都感受不到。怀孕4个月左右，孕妈妈就能感受到胎动了。随着月份的增加，胎动越来越明显，宝宝踢得也越来越大力了。沈小军是第1次怀孕，不过她比苏南有点经验，因为她看着海玲怀孕生子的。从海玲那里听到不少与孕期有关的知识。洋洋还在海玲肚子里的时候，沈小军就摸过海玲的肚子，然后洋洋竟然回应他，会踢海玲的肚子，他觉得神奇极了。那还要再等一段时间，咱们的宝宝才会跟我打招呼：“老婆，你多吃点，你吃多了。”咱们的宝宝也能多吃点，就长得更快了。那璎珞啊，就遭到了他老婆大人的白眼。苏南搔搔头，嘿嘿的笑：“你们家已经把我当成猪来养着了，还让我再多吃点，到时候我变成了个大象，你可别嫌我粗壮。”怀孕后，苏家上下当他是国宝，天天让他吃好喝好睡好，过着猪一样的生活。不，猪的吃食没有他的这么丰富。他坚持回去开书店，在店里守一整天，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，也是避开婆家人对他的关爱。各种营养汤，他是真的喝到想吐了。不嫌弃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嫌弃你。你要是变成大象，我也跟着你变成大象。你看我现在不是胖了吗？老婆，你不用担心你怀孕身材变形就失去自信心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变胖，到时候咱们是大哥，别笑二哥，都是一样的胖子。沈小军差点喷出一口牛奶，他笑着说你别说了，等我喝完牛奶，要不喷你一身，你可别怪我，我不想成为胖子，
就算怀孕，我也要做个最美丽的孕妈妈。等生娃后，她要抓紧时间锻炼，恢复苗条的身材。丈夫说的不会嫌弃她胖的话，听听说好吧？谁不喜欢美？她若真的成了胖子，她一开始可能不嫌弃，渐渐就会嫌弃，然后觉得外面的花花草草比她好多了，心就会离开，再然后，她就会成为别人的男人。当年周鸿林不也对海玲姐说过那样的话的？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嫌弃海玲姐胖了、丑了。就沈小军不会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海玲姐的。那我变成个胖子，胖点，就没有人喜欢了，不给你添情敌。沈小军故意说道：“我都没有情敌，轻轻松松就拿下你了，一点胜利感都没有啊！我是个没有人要的，只有我老婆要我。老婆，谢谢你要我，我保证一辈子都对你好，只爱你一人。”聪明的苏南才不会跳进他老婆挖的大坑里呢。他要是敢说给他添2个情敌，让他尝尝对付情敌的滋味，他今晚别想睡了。他会一脚把他踹出去，让他睡书房，习惯与其共眠，哪怕现在他要吃素，但是能抱抱老婆，他都心满意足的。让他睡书房，他会整夜整夜睡不着的。沈小军哼哼2声，他喝完了那杯牛奶，把空杯子递给他。苏南接过空杯子，起身进了洗手间清洗杯子。那沈小军起身在房里走动着。苏南洗了杯子出来，看到他在房里转悠，问他会觉得撑吗？我看你晚餐吃的并不多，牛奶的量也和平时一样，应该不会撑的。不撑，不过还是想走动走动。老公，陪我到院子里走动走动。苏南看看时间，说道可以走半个小时，然后你就要休息了，睡眠要充足，心情就会好。我都是吃着睡，睡了吃，睡得够多了，少废话，赶紧的陪我出去走走。苏南宠溺的道：“好吧，你想走多久？我都陪你，走累了我背你回来。”沈小军挽上他的手臂，与他一起走出房间，边走边小声说：“老公，等会儿我能吃冰淇淋吗？我就吃几口过过瘾就行了。大热的天不能吃冰淇淋。”沈小军馋死了。苏南记着家庭医生的话，孕妇怀孕期间尽量少吃冰淇淋。他很艰难地拒绝爱妻老婆。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冰淇淋了，现在先忍忍吧。我要是拿给你吃，被我妈知道了会扒我的皮。你说你拿来吃的，在院子里再给我吃几口，我身体好，吃上2口不会怎么样的。我就过过嘴瘾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我天天都要吃上2次冰淇淋。对于一个吃货来说，惦记着吃某样东西，真的恨不得就吃到嘴的，就1分钟都不愿意等上1等。那他宠着老婆，真的很不愿意拒绝老婆的请求。可是家庭医生说，怀孕期间尽量别吃冰凉的。老婆，咱们宝宝的名字还没有想好呢，那你有想到好听的名字吗？苏南转移了话题，想分散吃货老婆的注意力，他就不会惦记着吃冰淇淋了。要是适合他吃的，他想吃多少他都给他吃；不适合他吃的，他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狠心学会拒绝。起名字的事情还早得很，等到快要生了再想也不迟。再说了，也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呀，咱们可以男孩女孩的名字各取一半，这样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有名字了。你别想转移我的注意力。老公，好老公，你就让我吃几口冰淇淋吧。沈小军又不笨，苏南转移话题，他知道。他又给他拉了回来。苏南，我妈要是骂我的时候，你可得护着我呀。那是自然的，不会让妈骂你的。就吃几口。沈小军点点头，就吃几口，1到9都属于几。苏南小声说道：“等会儿我们先去院子里散步，走上10分钟了，我再回屋里拿冰淇淋。”
有借口说走得热了，想吃。那沈小军点头，只要他答应让他过过嘴瘾就行。怀孕了，想吃什么东西，他都是很想很想，就恨不得立即就吃到嘴。听说怀孕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啊，那平时不喜欢吃的也会变得喜欢吃，就喜欢吃的反而不想吃了。他要把这些孕期的变化以日记的形式写下来，以后送给海童和小飞当参考。小夫妻俩下了楼，径直穿过大厅，走出屋外去，看到苏南陪着沈小军，就倒是没有人问他们去哪里。那一会儿后，苏南回来，苏太太不在，管家看到他回来，问了句少奶奶呢，在院子里的凉亭下坐着。今晚有点风，院子里凉爽很多，不过走了一圈还是会热。我拿盒冰淇淋出去吃。苏南边说着呢，边走向冰箱。管家跟着他走，也是边走边说道：南少家里没有冰淇淋了，所以冰淇淋、冷饮都被太太清理掉。太太说担心少奶奶会控制不住拿来吃。南少又宠着少奶奶，管不住少奶奶的，不愧是他亲妈呀。把他看得透透的。那他不仅管不住他老婆，也抵挡不住老婆的攻势啊。那算了。苏南停下来，转身就往外走。这下好了，家里没有了冰淇淋，不是他不给他吃，是家里没有。沈小军听说婆婆把冰淇淋以及冷饮都清理掉，只能咂咂嘴巴，就回娘家她也是吃不到的。她爸妈管得比婆婆严多了，父母是觉得苏家门槛高，她好不容易嫁入了豪门，婆家人又好，她要知足，好好的养胎，为婆家添个大胖孙子，才不枉婆家人那样疼爱她。故而呢，父母比谁都重视她肚里的宝宝。明天去开店了，再偷偷买来吃吧。明天中午我买过去给你吃。中午天气最热，吃一点没事，你自己不能买来吃。苏南的话算是切断了沈小军偷吃的路，就他会安排保镖天天跟着他，知道他是为了保护他，可也让他很不自由，做什么2名保镖都看在眼里，然后一点小事情都会告诉他家男人。那他算是理解了好友当初不喜欢，站印安排保镖跟着了。我要跟海童说，想吃冰淇淋，趁还没有怀孕多吃点，怀孕了就只能看看了。苏南说了句站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当爸。沈小军说道，我昨晚做梦，梦到彤彤怀孕了，她生了个女儿，我们的是儿子。然后我跟他说咱们2家结亲家，那他就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我想她很快就能怀孕的。苏南说到老婆，他们说梦都是相反的，你梦到她生女，你生子，反过来就是她生子，你生女，不过也不妨碍着咱们2家结亲家。明天我就去找站印，先跟站印说好了，我们2家以后要结亲家，如果我们都是生的女儿，就做姐妹，都生的儿子就当兄弟，一男一女结为夫妻。沈小军连连点头，就他没有生子压力，儿女都无所谓，婆家人也开明，没有要求他一定要生儿子继承家产。婆婆总说儿女一样，都是他们苏家的孩子，不论男女都能继承他们家的家产，就不会偏心男孩子的。婆婆更喜欢孙女多一点。沈小军只要陪着婆婆外出，婆婆总会忍不住去逛儿童服装店，看的都是女孩子穿的公主裙。婆婆说生女儿好，能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像个公主。说儿子调皮呢，能烦死人。还说了苏南兄弟俩很多儿时糗事，他才知道苏南小时候简直就是个皮孩子，调皮到没有朋友的那种。要是站印夫妻俩生的是女儿，咱们儿子就要辛苦了。那沈小军看他呢，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。苏南解释得到站家几代没有女儿了，若是站印夫妻俩生了个女儿，那是站家的宝贝疙瘩，岂是那么容易娶到手的？除非特别优秀，
打小就让战家人看上，几率才大一点。所以咱们的儿子就要特别优秀，才能打动战家人的心。要想优秀，就要付出辛苦，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吗？那沈小军想想也是，战家人又天性霸道，难缠，他们家的女儿可不好娶。怕是到时候连海彤这个亲妈都做不了主呢。很快，苏南又笑道：“咱们想想就好，不要当真。就战家那和尚庙，战印这个大和尚能生个女儿出来，天都下红雨，战家祖坟能冒青烟。”沈小军说到：“战印当然不能生女儿，他又没有生孩子这个功能，彤彤能生吗？”苏南笑着与爱妻打赌：“咱们就来赌一场。”我说：“战印夫妻俩有孩子后，第一胎肯定是生儿子。”沈小军，我都不太敢和你赌。感觉好没胜算，还是不赌了吧。战家都几代里没有女儿了，我可不敢保证彤彤第一胎能生女儿，甚至都不敢赌他能儿女双全。那沈小军觉得打赌的话，自己大概率是输的了。老婆，你大胆的和我打赌，我赢了，送你1套珠宝；我输了，送你2套珠宝，不让你吃亏就是。沈小军扑哧的笑道：“这样的打赌有什么意思？你真想赌的话，那咱们就赌一回吧。我赌海彤夫妻俩能够儿女双全，我赢了，我想要什么你就送我什么；我输了，我送给你。”苏南很爽快的答应了。他说：“那我就赌战印夫妻俩前面2个娃都是儿子吧。”其实他这样赌也是想分散妻子的注意力，不要再想着吃冰淇淋，大晚上的吃冰淇淋也不好，只赌2胎啊。不过海彤估计也就生2胎的，2胎也能定胜负了。沈小军了解好友，他会生2胎，但3胎的几率不大，哪怕战家多的是钱养娃，海彤也不想生3胎。一个孩子，海彤会觉得很孤单，那他生2胎的可能性最大。海彤不知道，因为好友想吃冰淇淋，引出了小夫妻俩的一场打赌。那他在和沈小军聊完之后呢，就把那些相片发给了战印。夫妻之间若是有什么误会，他觉得最好就是马上解释清楚，不要长着嘴巴不说话，那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。战印收到老婆大人发来的相片时，他刚好谈完生意准备回家，在半路上看到这些相片，战印那个着急啊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海彤。海彤接听电话后，他在电话里着急地解释：“彤彤，那个男人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我除了你没有第2个女人。你看那相片只有背影、侧颜，连个正面照都没有，说明那个男人不是我。”对方怕一拍到正面照就穿帮了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该死的，居然害我！我马上让苏南帮我调查调查。战印恨不得把相片里的女人撕了。对了，彤彤，相片是谁发给你的呀？海彤说道：“我相信相片里的男人不是你，只是发给你看看。那个女人是段芊芊，我对她有印象，是她无疑，因为段芊芊找上门来。”海彤对段芊芊就印象深刻，是她。战印与段芊芊就一面之缘，后来他告了段芊芊一状后，那段总就不再让女儿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故而战印认不出来，就算是见过数面，他估计也认不出来。他对女性的关注度极低，满心满眼都是他的海彤。相片是小军发给我的，应该是苏南最先知道，然后小军就发给我了。战印在心里腹诽了句：苏南怎么不第一时间发给他呢？果然有了老婆的男人，老婆是排在第1位的，朋友不知道排到第几位了。听说是段芊芊发朋友圈，被认识你的人看到，相片才会流传到苏南手里。但我觉得这或许是阴谋，仅看相片是觉得那个男是你的老公，这件事先查清楚再说。还没有查清楚，你先不要冲段芊芊发难，因为他也没有明着说那个男人是你。小军说苏南会查清楚那个男人是什么身份的。我跟你说这件事，
是不希望被有心人利用这件事来破坏咱们夫妻俩的感情。我恰好不在管城呢，这相片就流出来了。我要是个很冲动的人，看到这样的相片，估计第一时间就误会了你，怀疑你趁我不在家时偷吃。战印低沉地应着彤彤，我不会冲动行事的，总要查清楚再说。段总最近去国外出差了，并不在公司，他是不再跟进两家集团的合作项目进度。不过段总的近况他还是知道的，就是段总出差了，段芊芊才敢找上门去，想跟海彤谈谈。我知道上次段芊芊找上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段总是个明白人，他是不支持女儿喜欢战印的，主要是战印已婚，段总觉得自己的独生女儿若无其他大错，能继承段氏集团，属于天之骄女了，没必要去和别人抢男人。以他们家的条件，女儿想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啊？哎，你忙完了吗？在回家的路上就收到了你发来的相片，把我吓出一身冷汗。彤彤，谢谢你信任我，不会怀疑我趁你不在家就偷吃。海彤笑了笑，说道，你要是那么容易就偷吃，也不属于我了。在他们结婚之前，他是单身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都不会有人说他都没有亲近年轻的女性，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的他，主要就是防着年轻女性扑倒他的。这样一个男人，怎么可能在和他分开几天时间，就迫不及待的去偷吃？现在不知道段芊芊相片中的男人是他找的一个战印替身当男友，还是故意拍几张相片放到朋友圈误导别人，借着别人的嘴传到海彤的耳里，那借此来让海彤误会战印。海彤觉得如果是后者，段芊芊也太着急了点儿，怎么着也要等他和战印分开1年半载不见面才行呀。要是长期不见面，看到那样的相片，海彤可能就会胡思乱想。就几天的时候，海彤是不会相信的。周末，战印还去了风尘山庄和他一起过周末假呢。我不会偷吃，我说过这辈子除了你海彤，我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。若是我会疼爱第二个女的，那个女的只会是咱们的女儿。海彤笑，就算有了女儿，你也不能让女儿超过我，那是自然的呀，你在我心里是排在第1位的呀。战印若有女儿，或许也会像叶君博那样成为女儿奴，但他最爱的还是他的海彤。儿女养大后都会离开父母身边的，儿女长大后也会成家立室，有他们在乎的人，他们的重心也会放到他们的小家庭上，给父母的不会太多了吧？那而妻子呢，才是陪伴自己一辈子的人。战印是不会让儿女超越妻子的，在他心里最重要的始终是海彤，他的妻